冥府发现一具男尸。站住！退回去！凭什么？虚出已到，城门已闭，概不放行。出去，出去！鼓声未歇，城门未闭，此时入城不算违规吧？ 队长，拿下！田山度，慢着！我是新任蓬莱县令狄仁杰，这具无名男尸便是我来蓬莱要破的第一桩案子。冥府中途离席，不尽兴。 恩公不在远送。方才酒席上有人提到那4七平之事，家中小事，冥府无需介怀。恩公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上酒力呀！哎，你吃了多少老酒啊？啊？麻风病已经治愈。 怎么了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家主！快！ 家主！夫人，夫人。
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！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喝药吧。我说不喝，偏不喝。成功。能砍。冥府，藤杆，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家主，家主，你醒醒啊！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那短剑可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公疯癫，
自何时而起？那个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4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？是。自何时而起？5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，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冥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唐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滕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，之前有碱，握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七道，为何都是七道？冥府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唐侃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七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
就结案了？有一事，淮阴还望腾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平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也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，夫人说，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七平，四七平。郎君，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被烈鬼附身了！站住！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七平预言一般，
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七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话中人？明府，府衙来报，街上一家书画铺昨晚失窃了。明府，就是这里，小人的书画铺。何时发现店铺被人闯破？回明府，大约今日申时前后。昨夜贪了几杯，一直睡到晌午后才来开门。当时店门紧闭，若非断了锁，又贴了许多画像，我恐怕也不会发现有人进来的。可有财物遗失？我查了几遍，并未损失财物。你这店内书画，尤其是贴告示这些，我要带回府衙去，待到案件告破之后，再给你还回来，可否？明府请便。我跟徐凯，他是我的情人。等等，坟墓。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他就是徐凯。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你就未曾沐浴，甚至就未曾洗手。衣衫褴褛，生活窘迫，形同乞丐。乞丐、草鞋、坟墓。坟墓。快点儿！快！菜市场。回应啊，南来二娘子啊，所言属实，离汉的卷宗找到了，只因盗窃罪，判城郊采石场劳役。
然是采石场。可你觉不觉得林莲夫人有些异状？有何异样？说不上来。嗨，算了，小戴，备马。哎，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采石场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乔采跟我2个人够了。我能帮你。这骰子霸宗给的，一颗骰子解决一件事儿，方圆几十里没人敢不给他面子。行了，你已经许久未睡了。 2日而已，不算久。我替你试试，若真有用，你替我谢他。哎，回应啊！你到哪儿？快点，快点！什么呢？说你的给我走，快点！没吃饭怎么的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快点！ 谁让你躲起来？别给我跑！你快点！明府，别喊，让他看一眼那草席。那是李翰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李翰在哪儿？你无权问我。自使的文书也不管用。你有吗？没有。那你就是家丑共文，你家丑共啊！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狄仁杰能判案，也能断案，说不定到最后，你这案子还是够我来判。我保证让你死得不明不白的。你到底是官是匪啊？见官是官，遇匪屠匪。你希望我是官还是匪？我说我是，李翰他跑了。他一个身负刑具的逃犯，能跑得出你这戒备森严的采石场？杀了他！我放他！你为何这么做？有人用钱赎他出去。谁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一身长衣，头戴斗笠，黑纱照片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只是拿钱，然后在名册上点了李翰的名字。我做的可是掉脑袋的勾当，不问对方底细，我也有好处，自然不会深究啊。你还是个惯犯。不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什么时候走的？10日之前。不过他真的一直患有麻风病，此事绝非虚言。就算我不放过他，没有几日他也会死的。乔代，你好自为之吧，事后会有人来处置你的。明府，你之前说过，李翰是因银莲的记恨而入刑，而李翰被放又在无名石发现之前。如果这个无名石真是徐凯，而且2个案件又有相似之处，
那这个李汉因为记恨而杀人的动机就能坐实了。那保他出来的这个人，可能就是他的帮凶啊。最近长进不少啊。根据书画铺留下的粉末看来，告诉我们无名尸身份也是李汉。现在想来，银莲当时是出于恐惧，因为他当时就认出那个人就是李汉。回城之后去找一个乞丐，长发遮面，后不挡脸，因为麻风病而有残疾，形容特殊。既然形容特殊，就应该不难找。我是时候去见识一下银莲夫人的真容了。真容？马荣新认识这位霸宗大哥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跟我们见一面吧。姬老爷吗？明府，来，随我来。明府。这是夫人的手笔，一浓一笺，正如其人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诗啊！这些都是银莲留下的。他受我影响，也喜好诗词风雅，偶尔在我指点下写作，兴趣而已，尚不足以传世。见兰芝，则异香自来。此诗若是传颂出去，也是佳作。睹物思人，心绪难平。唯有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。明府，这首诗作，银莲生前曾托我修改，一直未能完成。如今已经改好，却已经来不及让他看见了。明府，坐。我在朝时，官拜右屯为长史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。去之后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明府，你打算何时将我判死？滕公可曾听过李汉？李汉，这名字耳生，不曾听说。夫人平日出府，中意去哪儿？我平日只知闭门写作，并不知道银莲有何去处啊。在夫人未出阁之前，曾被李汉追求，因误其滋扰，夫人诬了他个强盗之罪，让他蒙冤入刑。可就在数日之前，李汉被人赎出，因为被夫人冤枉，平白受苦，对夫人的恨意可想而知。
就在那日，夫人遇害当天，滕公因癫狂症发作，迷失了心智。有人在书房中发现了厉鬼出没，恰好李翰就在府内。传言出现过的厉鬼，大概就是他。所以，此案他才是最大的凶嫌。怎么说？是这个李翰害死了银莲？那个将他赎出之人同样罪大恶极，那个人是谁？找到李翰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多谢冥府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家主每逢作诗之时呢，都是闭门不出，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打扰。我家夫人闲来无事，就会回娘家探望她的阿紫。两家呢也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不往来。他的阿紫指的可是赖二娘子。是位老姑娘了，一直未嫁，怪可怜的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了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毕竟是姐妹血亲，哪有真隔夜的仇？有理。冥府慢走。关门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霸宗的头子用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帮我再去跟你那个朋友打听打听了。一般这城中女子与情人私会，都会去哪儿啊？这个不用问，他已经告诉过我了。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个？这你不用管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哎呀！哎呦，贵人来啦！小二，两位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不吃酒，二不听曲，向你打听个事儿。啊，我们这儿就是吃酒听曲的地儿，打听事儿，那您可是来错地方了。官府查案，我是狄仁杰。哎呦，狄冥府啊，这贱妇有眼无珠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间房专供人幽会用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你看我们这是寻花问柳所在，不接待什么贫富贫富。只要不违反大唐律令，别的我不管你。是，只是我们这确实不做这桩生意啊。您若再问，我也只能如实回答。不瞒您说，我这儿确实有一间房，冥府，你也要替我想想啊。在哪里？已经被人承包出去了。谁包的？来人黑纱蒙面的，我确实不知道是谁。带我去看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看来霸宗这头子不太管用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我没说不带你上去看的，就在楼上啊。那二位随我来吧。来，大人请。哎呀，看来这县官确实不如县管啊。便是这间啦。哎呀，冥府莫怪呀，我们做生意的也实在没办法。当真不知来者何人？确实不知。这间房子他从来不让打扫，自打包出去之后，连我都没有进来。那与他幽会的人，那就更不曾知道了。先下去吧。哎。
明府，明府，这有字儿。右山虽在，不关身。这是银莲夫人的字。这怎么还有朵花啊？你如此大费周章就出来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徐凯，明府，明府，你这叫破坏证物。挺会玩儿。那全都是我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那这屏风有名字吗？4七屏吧。这画上的就是你。你和徐凯之所以偷情，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想听你讲讲李翰的故事。不认识。当年就是在此处，他被府中仆役拿下，还是你告诉我的。我忘了，不行吗？那你看看这画像上的人是谁？徐凯，是徐凯，他死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是谁杀了他？你如何知道他是被人所杀？是谁杀了他？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是谁？是我，是我害了你，一定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是银莲。不要脸！水性杨花的东西，你都已经嫁为人妇了，为何还要纠缠我的徐郎？我和徐郎的事情不需要你来评价，而且徐郎从未喜欢过你。你胡说！徐郎是喜欢我的，他只是不愿意说出来。他是阿紫，你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你知道什么？不，是银莲这个贱人。如果不是他，你怎么会死？喜欢的是我，是我。
你早就知道徐凯与银莲私会，对吗？不，他们没有。徐凯本就是银莲的爱人，那画中画的也都是银莲，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全部都给我滚出去！不，这不是银莲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徐凯只画我，徐凯只画我，这不是银莲，这是我，是我。有个事你们知道吧？什么？滕夫人被救活了。啊？滕夫人没死啊？对，受那么重的伤都被救活了。什么大夫这么厉害啊？听到了，滕夫人没死。哎呦！哎，老李，听说了吗？滕夫人还活着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万幸啊万幸！滕夫人还活着。哎呦，滕夫人被刺了那么多刀，依旧被救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都不知道，那被扎的没有人形了。看你来了，李翰，随我回衙门去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不去。我不跟你们回去。勿要伤到性命！我不跟你去衙门！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我就一直。你为何取他性命？银莲，我为你报仇了。等一等，等！
灵甫，怎么了？来刀！回英，来了，来了，是你助我大仇得报，多谢。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我很快就要离开蓬莱。离开之后，去哪里？无非是山林乡野。我除了写诗，一无所长。既然苍天留我残生，除了以诗寄情，怀念一联，这七瓶是何人所画？一个无名画师不记得了。如此，怀英不打扰了。冥府公务在身，恕不远送。宁府，人形沙袋，欠练。你这后背啊，从军的时候啊，犯了军规，鞭刑罚的。冥府啊，这画若是无用，明日我便还给画铺掌柜的了。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多谢啊！怀英啊，怀英，来，我让你看看东西。你看，这是，你记得案发现场满地的花土吧？这些土就是从你的脚底发现的。我觉得这个石粉和花土是不能融为一体，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。查到什么？笔蛮子。你应该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吧？我当然知道。乔太，备马，我要去请腾公。在他离开蓬莱之前，我想请他和银莲夫人再见上最后一面。银莲夫人在验尸房躺着呢。我就是要请他来一趟验尸房。腾公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？他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。
知道。禀府，腾公，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。马荣，不许出半点差池。 怀英跟你说什么？哎，怀英啊，我是你怀英大兄，你瞒着我？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？怀英，怀英，你若再不出现，我就见不到我了。不会的，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。齐平呢？也一并带走吗？那部香之物带走有何用？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。那齐平是腾公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，烧了的，不是把腾公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吗？你这些话有些刺耳。我与亡妻的感情，天地可见。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？别着急，容我将齐平恢复原样，全当是送作腾公的离别赠礼吧。这上面的切掉了啊！这能刮掉了？走！这里面还有一层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杀妻图，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一遇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，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妻图。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漆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银莲。腾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。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民心、民意，便都站到了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翰所害，这是你冥府断的案。我是说，找到李翰，便会真相大白。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，
又何须大费周章让七平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七平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吧？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就叫四七平吧。那七平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，然呢？你杀了他！七刀，银莲府身中也是七刀，巧合吗？不然，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，一共7次了，一次1刀。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？没有。指甲已经又长出来了。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。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你说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狄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，我定不饶你。我一直百思不得解，我不明白，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。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，发现了你的诗作。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。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暮春。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明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狄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，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，比之女子还要入木3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平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是我们的故事。
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，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了。你每日以马鞭自知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你还是忍不了了。你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林烈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子。比曼子，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。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，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翰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我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，这是没说。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。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。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紫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他，不该来问我。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。银莲夫人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翰。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，必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，意图保护银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，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这断发便是凭证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！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。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比曼子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狄明府，我诚恳在诗坛的盛名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。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3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人门！
啊！太！变成石头。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了，我其他石稿了。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融入得府来，将他们都替换了。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找遗作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、欺君之罪，你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公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哈哈哈哈！